对大部分的人而言，买房是人生最大的投资，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情绪，而这些 emotions， 不管是惧怕或者是担心，常常都是因为对房地产不了解而产生的。这个影片的目的就是要将买房的流程用最简单的方式表达出来，这样子我们在整个过程中就会少一点担心，多一点放心。那我们就准备开始这个系列，洛杉矶的买房流程简单说。到底在洛杉矶买房有什么样的流程呢？5点：第一，要申请预批信；第二，开始找房子；第三，出价和协商；第四，进入 escrow；第五，选择经纪人。我们从第一点讲起，申请预批信。什么是预批信呢？简单的来讲，就是一张证明你有贷款能力的文件。举个例子好了，你看中了一栋100万的房子，然后你有20万，那另外80万你要向银行借钱，卖家怎么知道你有这个贷款的能力呢？预批信这个文件就是证明。让我们来看看这封信到底长什么样子。我们看到这封信是我在2022年帮买家申请的，上面有银行的名字，有买家的名字，有当时的利息，以及这栋房是要拿来投资还是自住，房子的户型。在这边我们也看到说，买家有20万，银行也愿意借他80万，所以他就有资格买100万的房子。当你有这个文件之后呢，卖家看到了就安心了。所以预批信是 document necessary， 你必须要有这个文件，卖家才知道你有资格贷款。当然，在一种情况下你是不需要这个东西的，那就是用全现金买房。因为如果你是全现金买家的话，那你就不需要贷款，也不需要这个 letter。但是大部分的人没那么有钱，所以还是需要贷款的。既然预批信是 document necessary， 那我要怎么样做才能够申请呢？很简单，一通电话，打电话给你的银行或者是贷款机构，跟他们讲说，喂，我打算要买房子啦，请准备预批信给我。他们就会查你的资料，比如说你有多少存款，你的信用分数，你的收入，你的债务等等。如果银行觉得你是有资格贷款的，就会发这张预批信给你，就这么简单，一通电话搞定。在这里要提一点，如果你是查收入贷款，想要成功申请到预批信的话，有个基本的原则要注意，那就是你每个月的支出，包括贷款、地税、社区管理 HOA、房屋保险 Home Insurance 以及你的债务，不可以超过你税前收入的一半。当然，如果你超过了，也有解决的方法。比如说，贷款公司可能会要求你先把汽车的贷款付清，或者是增加一点头期款。但是这个基本的原则要记住。所以呢，申请预批信是容易的，只要打一通电话就可以搞定。在这里呢，我们要特别的提醒，既然预批信是 document necessary， 那申请的时候就不要拖，不要说我先去看房子，看中了喜欢的房子再申请，这是一个不好的习惯。几个原因：第一，好房子不等人，你喜欢的房子别人也喜欢，而机会总是留给预备好的人了。我有客户就是因为事先没有准备好预批信，喜欢的房子就被别人买走了，然后就跟我讲说，康比，我跟这个房子没有缘分。我心里面就想说，与其说没有缘分，不如说你没有尽责任。你应该先把预备好的文件准备好，要未雨绸缪，有备无患。因为好房子是不等人的，申请预批信不要拖。第二个原因就是这样子才能够了解买房的上限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跟我讲说，哥们，兄弟，康比，带我去看房，我的信用又好，收入又高，贷款绝对是没有问题的。于是我带他逛了一圈，他看中了一栋80万的房子，结果跟贷款公司一聊，发现说他60万的房子都买不下来，那不是浪费大家时间吗？早点申请预批信，早点了解买房的上限。最后一个申请预批信不要拖的原因，就是这一封信是代表你买房的诚意。不然经纪人和卖家觉得说你连预批信都不肯申请，打电话5分钟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你都不肯做啊，代表你这个人是不认真看房的，
这样子在服务你的时候会打折扣。试想，一个客户呢有预批信，另外一个没有，那经纪人会比较认真服务哪一个呢？这是心照不宣的。所以准备好预批信，表现出买房的诚意，这样子经纪人服务你会更带劲。所以你有计划买房吗？先去申请这一封重要的文件吧，不要拖，越早了解自己贷款的能力，对你自己越有好处。若是还有其他关于预批信的问题，比如说没有美国身份，或者是我没有信用分数，是否还是可以贷款在美国买房呢？请直接留言，我会答复。当我们有预批信这个文件之后，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，那就是开始看房子。我是康比，下次再见。